们公司呢 ，AutoStar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搜寻 AUTOSTAR，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里面有16种常拍，160个车型，5000多笔资料，填你的资料，我们免费到府估价，实际最真实的状况。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简简，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马上汇款，马上现金，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给你一个透明、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大家好，我们是捷运汽车，旁边是什么？2023年的 RAV4， 全新油电顶级。RAV4 在这2年因为缺车或者是因为成本增加的关系，涨了10万块。那其实我们第一次100万的影片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天天。拆解 RAV4 嘛，漏水嘛，对不对？赛车不是我们买回来的，我们并没有要鞭尸的意思哦，并没有，而只是说有一个粉丝，他也想看看他买的这个 RAV4 它的用料跟之前比较起来有没有进步，车顶架有没有变得不一样。那当然，他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最大的主轴就是他很在乎隔音，他想要车子开起来是宁静的，所以才买油电这个等级，也委托我们。帮他贴这些隔音的工程，所以这一集有2集，一集就是 RAV4 实车拆解跟分享我们的车顶架，记得等一下看哦，到底有没有不一样。下一集就是真的做这种隔音工程的测试比较会怎么样。好啦，其实如果看过明年影片呢，其实我看到这些用料都是一样的构造，就是讲真的啦，Toyota这一次从这一代的 RAV4 换成 TNGA 的底盘，它的刚性用料、前面的大面积的防撞钢梁都真的蛮有诚意的。铝合金的部分是来到122公分，光铝合金就122公分，跟这个16公分的宽度。那你也可以看到它这个铝材的厚度是很厚的哦，有没有？铝材的厚度是很厚的。然后呢，它旁边还去做侧面的铁的结构，铸铁的结构来增加旁边侧面撞击的防护率。就是以这个台湾售价，因为台湾关税那么贵了，台湾售价卖100到120万的这种车型，它给的这个结构的用料是很粗壮的。那它不但中间有防撞钢梁，下面有管型的防撞钢梁，有没有？并没有偷工减料，并没有退步，而一样是这么的扎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车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我们先看轮拱，其实呢，它这个隔音材质是本身就有喷涂一点的焊接胶、封装胶，虽然打得比较随意一点点，可是其实是打得蛮厚的，打得蛮厚的。你可以看到它后面轮拱也有一点这个材质隔音材质的喷涂。说真的啦，现在现行款台湾的国产的休旅车3大品牌嘛 ，RAV4 嘛，酷卡嘛 ，CRV 嘛
CRV 现在是产品的末期，现在买其实你就会买到一个最旧世代，那比较起来，这个还是比较值得的。哎呦，哦，我不确定是原厂标配还是加装的，它这样做其实蛮棒的，因为你这样打开来，这个对于后面的人的那个摩托车啊，或者是经过的人的警示度是蛮棒的。RAV4 的门片其实蛮大的，它没有像一些比较节省成本的做法是里面镂空然后打不干胶，它还是有隔板去做内外的阻隔，基本上这样门的扎实度跟这个噪音的传递都会有一定的优势。我们来看后门，那其实门哦，前后门都是，你看它这边前门比较明显，像后门这边也是，好不好？这边有焊点，为什么有焊点？就是这个门是2片是合成的，不是1片是冲压的。那你如果是东西都是这样嘛，我2个东西做焊接，那我势必其实强度就没有一个一体成型来的这么的扎实跟这么的粗壮。哦，你看哦，刚讲完，前门是用隔板去做内外的阻隔，后门就用不干胶了。也就是说，一半有诚意，一半没有诚意。其实就是用这样子不干胶的设计，我觉得啦，以100万的休旅车来讲，比较廉价的做工。那前面看完了，看后面，后面的防撞钢梁就没有到前面的诚意这么十足啦，就铸铁的，可是长度蛮长的，123公分。然后我们从侧面看，这是2个，甚至是3个的，有没有？一个管型件再加一个管型件，然后外面再这样焊起来，所以这结构其实算粗壮了。像我们之前看那个 CRV 有没有？那看起来在现在的5.5代的 CRV， 在后面的防撞钢梁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它就是一个铁片，一片钢板跟这个，你就知道谁有诚意啦。有时候有些地方撞击测试没有测到的，它就是为了分数而去制造它的这个车子嘛，而没有去考虑到结构跟安全嘛。我们把这个内装拆下来了，内装拆开来了，我们把整个天棚拆下来。那这因为是旗舰型的关系呢，所以呢，它有一个大天窗，大全景天窗。好，接下来就是看今天的重头戏了。其实讲真的，它的车体结构，并没有更动。为什么？来，一样是有板件有孔的，打进去，打进去，打进去，跟我们之前看的设计是一样的。但是，来，我们来看车顶架。它终于是换成正常的公母对锁的螺丝，公母对锁的螺丝。讲真的啦，之前那个用防水塞的设计，其实还蛮骗自己的，好不好？公母对锁的螺丝，在1、2、3、4、5，我记得我们之前看的 RAV4 好像比较多个洞。重点来了，我在还没有拆之前，我自己的猜测应该它已经做改良了嘛，这样的改良基本上不太有问题。可是像我们这台车子，这全新车，你仔细看，其实这边是有水痕的，这个地方也有水痕的，这是全新的，里程数25公里。我们只是在拆解之前有放在户外。前几天下雨，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案，应该是个案啦，因为基本上Toyota算是蛮大的公司，它应该不会三脚猫功夫嘛。可是这确实在我们这一次的实测的状况里面是遇到拆下来顶棚是有水痕的，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这个有水痕的顶棚，其实摸起来已经是没有湿的感觉了吧？在我们的判断，其实很有可能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刚刚研究了大概1个小时，刚刚看都是前面漏水嘛，对不对？前面有水痕嘛？为什么呢？这个都已经对锁来会有水渍呢？我们的猜测是这样子，因为呢，它这个密封胶的垫片还是不够厚。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只有这么，就是这连0.2 米都不到吧？
就是它即便是用公母去给它压力，可是它给的那个压力值，因为它这个防水的垫片，我们正常那时候为了要去探究每台车的差异，对不对？人家我记得好像 CRV 吧，它的这个垫子就大概有这个3倍，就是很厚很厚，让你压缩的空间，你把它锁紧以后，这一个密封的程度才会比较高。那这个的密封的，你知道吗？就是我锁紧以后，它其实就只有把这个按下去一点点而已，按下去一点点，可能密封度还是不够，那么漂亮。好啦，所以，我们会不会Toyota告？我很认真的还原每一个状态啊，这真的录到这个，真的第一点真的是粉丝借我们，然后呢，借我们完了以后，他想要他的车顶也贴一点隔音的制震贴这样子，那拆完以后发现还是有这种水渍，很有可能这次的改进还是会有一定的比例的人遇到这个状况。好，既然这一些零件都拆下来，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前后保险杆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因为这车有环景嘛，然后又有雷达，所以它这个雷达数蛮多的，1、2、3、4。那这可能没有自动停车，因为正常有自动停车，它侧边会多个雷达，它没有侧边雷达，我猜应该没有自动停车。但你看，Toyota这一次用的，这一定不是最新的跟车系统。因为现在大部分全部都用镜头识别的，它还在用前面的毫米波雷达辅助。后板嘛，这个是脚踢尾门的感应线嘛，脚踢的尾门感应线嘛，然后它的雷达在中间，1、2、3、4个雷达啊。门板呢，门板看它里面有没有隔音材质，门板是蛮高级厚实，中间又有铝合金的这个装饰，上面是半皮的，下面是塑胶的，但它里面没有隔音材质，就。有一些细节啦，这到底算偷工减料还是设计呢？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前面是会把门板双层是封装住，后面就用不干胶跟塑胶布贴起来做防护，里面没有隔音的材质。然后最后轮圈嘛，轮圈这个普利司通很常见的休旅车胎22560R18，然后轮拱在里面它就没有去铺任何的隔音材质，4个都没有。好了，这个 RAV4 的实车用料跟这个车顶架的更新，我们就录到这边了。那后面我们来测这个 AEB 的系统，给你一个这个买这种国产进口休旅车的一个最好的参考。好，我们来测这个 AEB 嘛，30、50、70这3个数字，30、50、70，好。来了，第一个数据30，好，30是数据。现在定速30巡航，看它遇到前面的气球，警示声音很大。然后因为30的速度其实蛮慢的，所以呢，它是这样重踩一下，然后把它停下来。来，接下来测50的速度。第二次测试，时速50公里 ，AEB 的实测，看它的状态会是如何。好，到达50公里，我把油门松掉。哇！其实以现在这么多新车科技来讲，50这速度不算快的。那它是有预判，然后可能预判的速度不够快，所以呢，在50的时速下面呢，它大概整个刹车下来还有一定的动力去碰到前面的这一个实车撞击物。那70应该会更惨。来，我们来实车70。还好你刚刚没有跟我赌，对不对？你说30、50、70都停得下来。你这么相信 Toyota？ 我上次 BZ4X 全过哎，BZ4X 全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BZ4X 跟 RAV4 用的系统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有可能哦，有可能。那所以哪个偷工减料？
啊，请回答。这可以说吗？啊 ，I don't know。反正你现在已经得罪了很多人了嘛，对不对？什么阿慈嘛，什么嘛。那个今天播了才会得罪。还没播，还没得罪，是不是？今天8点半开始得罪。好了，第3次实测，时速70公里，我们来看一下自动刹停的表现会如何。其实它跟刚刚的状态一样啊，就是它的荧幕那个辨识度、跟辨识距离、跟辨识完刹停的这个剧烈程度跟50差不多，所以它撞上去更大力嘛。那所以我们可以实测出来 ，Toyota 的 AEB 目前现行款的 RAV4， 它可以做动的刹车的范围跟可接受的时速，可能只能接受到30到40之间。你40以上50、60、70，基本上呢，它这个刹停的缓冲距离跟这个刹车的力道都不足以把这车子停下来，去避免对于前方障碍物的撞击。哎，甜甜，你有什么感想？你现在是我们频道专门得罪大家的人。我这么烂？他说的哦。真的有这么夸张吗？它没有任何设定可以调灵敏度吗？你在怀疑我是不是？不是，你一直说我在黑头啦，是不是？我现在帮你看。因为我上次那个什么Kodiaq我被泡爆了。泡爆什么？就是那个没有调灵敏度啊，然后它就没有刹停了。啊，我没调中段啦，想怎样？好，我现在开灵敏度最紧，然后再设一次，我调咯，最灵敏咯，好不好？结果如果一样怎么办？自从理了这个投资后，啊，我就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什么？来，我听。大彻大悟什么？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好赌的。啊？人生怎么会没有好赌的？对不对？这样你就错了。人生呢，都是每天都在赌博，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的选择中去做决策，对不对？这就是一种赌博，所以你要赌他撞到还是他不撞到？这一次吗？对，70吗？对，赌什么？输的人肉10公里路下的10公里，他不会停吧？啊？那你就蹦啊！那你要相信我，我会帮你踩下来。其实是不是？你说你猜不会撞到，是不是？我觉得不会。好，我觉得会。好，赌一个惩罚啦，我们现在还没想到。3、2、1。可是有差有差一点我开玩笑归开玩笑，当你把那个灵敏度调到最高的时候，是真的，它这个撞击上去的力道是比较小的，在同样70公里这个范畴里面。所以，如果你有买这个 RAV4 这种系统的话，尽量把它调到最高。我觉得它这个真正的保护的能力，可能才会真的是比较符合现在台湾的开车的这个范畴。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我们的惩罚了，是不是？不然这样好不好？观众是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对不对？那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都交给观众决定？想要甜甜有什么惩罚的，好不好？下面留言，最多的那个我们就照做。虽然油电呢，它的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加速，但我们不免俗嘛，能有这个机会拿到这个 RAV4 的油电款，我们来测试0-100的速度。那它有模式的选择 ，Eco、Sport， Eco 跟 Sport 有没有 Normal？ 没有 ，EV Eco Sport。然后这一次的改款，这个仪表数位仪表啊，还蛮细致的，还蛮棒，质感很好。我不确定汽油有没有，不过我觉得如果汽油有的话，这次因为这2年 RAV4 涨了10万块，我觉得汽油应该要有才对得起它这个涨10万块的涨幅。Sport 模式，好 ，Sport 模式我们就来测试咯 ，Go。
8.77秒不错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标准2.0的 RAV4 我们有实测过是，好像是接近11秒。你想哦，11跟8点多接近9，2秒多的差距，对于你这个行驶的那种加速感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因为油电混合车，它这个互相的介入造成的这个区间呢是很线性的，当然它这个是 CVT 啦，就是会 keep 到这个最高的转速，但它的就是你的每一段加速是等速度慢慢快。当然，你体感就不会觉得像涡轮车那么快，可是这样子测出来的数据就是8点多秒是很不错的数据。正常这么重的休旅车要到200匹的引擎才有到8点多秒，所以我们买油电车嘛，就是在乎就是它的经济性、省油性嘛，那它可以就是也提供这样子的加速度。你说加速度买这种车，它真的需要去100、200的那种很快的速度吗？也不是嘛，求这个加速度就是为了什么？爬坡好爬嘛，然后超车好超嘛，就是为了这个嘛。好了，这一集的影片呢，我们把这车子实测拆解也看了一下这最新的 RAV4 的车顶架它的构造的改进的状态，然后呢，我们也实测了 AB 的系统，看到就是它这个 TSS 最新版的优化，因为其实他们这种跟车系统就是一个统称的名字，你也不确定到底在哪一个时代到哪一个时代进步的幅度是比较高的，但我们知道，就是至少用同样的母品牌的 Lexus 的那个 AB 的刹停都表现得很棒，所以我们这次有机会就是实测这3个东西拆解出来用料，看一下 AB 的状态，还有实测这个油电混合车的0-100加速。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谢谢。捷云汽车耗资的1000万，除了我们右手边的赏车环境维修跟车有关的以外呢，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业界首创，我们弄了一个卡丁车场，弄了一个餐厅，弄了一个亲子环境，以及电竞模拟器，甚至还有户外的咖啡厅，还有 KTV。你要怎么样才可以享有这些设施呢？而且我们就在北投而已。从奇岩捷运站过来，步行大概是8分钟而已。我们平日不管你使用任何的设施，3个小时只要300块的门票，假日只要500块。这对比于外面的所有的同样的内容的环境呢，基本上可能只要3折、2折的金额。在前方有8台的卡丁车，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只要是8岁以上有父母陪同，那我们都可以让你来体验这个东西。你带小朋友来非常适合。当然，你如果有更小的小朋友，这边有一个亲子区域，你可以把小朋友丢在亲子区域，然后呢自己跑来玩这个电竞赛车。这全部都是 PS5 的 GT7， 然后有车架，有方向盘，有7台模拟器可以连线。我觉得以后一定会是从实体赛车变成是这种模拟赛车的转换，就像现在各个东西也都是从实体变到虚拟。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2、礼拜6，不管是卡丁车，不管是电竞赛车，晚上8点都会准时举办比赛，那奖金1000到3000不等。再来，我们就去看我们2楼的餐厅。2楼我们提供一个开放式的日式餐厅，它里面会有日式料理，有串烧。你看这个料理都是非常的精致，而且价位非常的实在。为什么呢？像这一个套餐，每一个套餐只要200-300块而已，你只要消费满350，你就可以免费使用亲子区，这比你外面的亲子餐厅都来的便宜更多。那这边会是提供这个 Orion 的生啤酒，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这个餐点都制作的很用心。然后也可以点这个串烧来配啤酒。